穷小子意外从巫婆那里获得一把能偷取他人父母的金汤匙，但面对仅100块钱的价格，他就算根本不相信也买了下来。谁知老巫婆却煞有其事地告诉他，只要去有钱人家吃3顿饭，就能偷取到有钱人的父母。其实他正好要去给富二代同学送作业，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现场竟全是同班同学，而富二代甚至不让他说一句话，便甩出200块钱打发他离去，这让穷小子深感无地自容。不过好在财阀同学及时出言救场。그래도 우리 집에 온 손님인데 그냥 보낼 순 없지。就这样，穷小子第一次坐上了有钱人家的饭桌，琳琅满目的菜品顿时让他大开眼界。但富二代同学并没打算放过他，在分发精致餐具时，他突然出声制止了佣人，称他肯定用不惯金餐具，用闪闪发亮的不锈钢更加合适。面对这种喧宾夺主的嚣张，财阀同学刚想发火，谁知成天竟从包内掏出了刚买的金汤匙。没错，这就是成天花100块钱买下他的理由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才用汤匙吃了3口饭，他便突然散发出淡淡的金光，这让成天瞬间想到了巫婆的话。为了能再获得去财阀家吃饭的机会，成天甚至主动找到财阀同学，要帮他写开发项目报告。其实这个报告早已让黄泰勇头痛不已，之前写过很多遍，无一例外全被父亲撕碎。现在有人主动帮忙，他求之不得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成天代写的报告不但获得了父亲的认可，甚至得到父亲的夸赞，这是他从小都未获得过的殊荣。为了向成天表示感谢，泰勇不但请他吃了顿大餐，还给了他一笔不菲的费用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吃饭的地方并不是泰勇家。不过经过这种代写报告的行为，二人一来二去还真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，而能去财阀家吃饭的机会也很快到来。这天成天去给泰勇送报告，却一反常态，不要报酬，反而要能吃一碗炸酱面。这个要求虽然让泰勇感到奇怪，但他还是打算陪朋友一起吃完。谁知成天还没来得及使用金汤匙，泰勇的父亲却突然回家。在泰勇父亲的眼里，有钱人的时间都非常宝贵，不应该浪费1分1秒在穷人身上，所以成天一口都没吃便被赶出家门。但想到机会难得，成天一直等到他们都回房后，再迅速冲回别墅，从佣人手中抢下了那碗炸酱面，最终用金汤匙狼吞虎咽地完成了第2顿饭。不过成天在回去的路上，想到泰勇就算吃饱饭依旧打算陪他吃面的场景，顿时感到一丝愧疚，更为自己要抢朋友的父亲感到不耻。最终他一气之下把金汤匙丢进了垃圾堆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此刻泰勇的父亲已知道成天就是帮儿子写报告的写手，报告中的天才想法让他顿感威胁，于是他逼迫儿子必须将成天扼杀在摇篮里。而泰勇压根就没有勇气反对父亲，所以第2天泰勇和后妈便出现在学校校长室。우리승찬이가돈을뺏었다고요？原来他们打算用2人的转账记录污蔑成天是校霸，再利用他们财阀的身份赶走成天。只是面对这种指控，成天无助地看向泰勇，但泰勇根本不敢和他直视，就算成天声嘶力竭地求他站出来澄清一切，泰勇也不敢说出一句忤逆父亲的话。最终学校下达了让成天退学的处罚，但生性倔强的成天绝不会蒙受这种不明之冤，所以他当晚便将泰勇喊到桥边，质问他为什么要陷害自己。而泰勇不但将父亲要求毁掉他的事全盘托出，甚至说了很多要同他彻底决裂的话。这些伤人的话也成为泯灭成天愧疚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从口袋掏出录音笔，当即要将录音向媒体曝光，这样就能让财阀家彻底声名狼藉。但这种后果不是泰勇所能承受的，他急忙奋起抢夺，结果在争夺中不小心将成天推向桥下。不过还好最后一刻他抓住了成天，但雨天所有的一切都太过湿滑，就算泰勇拼尽全力也无法将其抓住，最终成天还是掉了下去。再也顾不上危险，泰勇迅速跑到桥下，奋力向成天落水的地方冲去，但水位很快便要没过他的脖子。不会游泳的他只能赶忙回到岸边，掏出手机就要打电话求救。但在电话接通的瞬间，他突然想到父亲的残忍手段，眼神瞬间变得充满恐惧，最终还是将电话挂断后迅速地逃离了这里。与此同时，正在水中的成天彻底心灰意冷，但就在他想要放弃时，金汤匙突然出现在眼前。是的，他不能放弃，他一定要成为有钱人，他必须抓住这最后的机会。爬上岸的成天疯狂地跑向垃圾堆，拼命地寻找金汤匙。最终在翻遍所有垃圾后，他终于找到了它。画面一转，成天疯狂地冲进财阀家，来到泰勇的父亲面前。회장님, 부탁이 있어서 왔습니다. 부탁? 밥 좀 주십시오. 这个要求瞬间让会长觉得可笑，拼命闯进来竟只为了吃一顿饭，而且给出的理由还是彻底远离儿子，那么他根本没有理由拒绝吧。用这把金汤勺吃3顿饭就能偷取别人的父母，穷小子已用它吃了财阀家2顿饭，还差最后1顿就能成为财阀家的儿子。为此他直接冲到会长面前，
张嘴便要讨一碗饭吃，代价是自己将会永远离开他的儿子泰勇。如此低廉的价格让会长嗤之以鼻，当即为他准备了简单的夜宵，而成天也郑重地将金汤匙拿了出来。그 수저를 항상 들고 다니나? 운명을 바꿔볼까 해서요. 担心迟则生变，成天不再多言，迅速开始疯狂的扒饭。但直到吃饱，想象中的天翻地覆也没出现，一切如常，没有任何变化。但他却不知道，此刻正在马路上狂奔的泰勇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随即在马路中央停下了脚步。以为互换失败的成天还不死心，试探地叫了会长一声爸爸，谁知会长却说아빠라고 했니? 见此情景，成天终于不再抱有幻想，所谓的互换原来只是一个愚蠢的玩笑。他起身便想逃离，谁知还没走到门口，一个女生却突然闯了进来。그래 오랜만이다 황태웅 나쁜 자식아. 황태용. 女孩竟然管他叫泰勇，难道互换真的成功了吗？但还没等他适应这个身份，麻烦却已接踵而来。 서울지방경찰청 광역수사대 강현중 형사라고 합니다. 原来有人举报李成天被泰勇推入河中，至今下落不明，所以他们要找黄泰勇协助调查。而会长也当即便用实际行动证明，成天他换爹成功了。고변호사오라고 해. 有财阀的私人律师在，成天根本不需要回答任何问题，逼不得已，警察只好将举报影片拿了出来。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看到影片的成天竟诡异地笑了起来。原来影片中被推入水中的那个人，已经不再是成天，而是泰勇。 但成天还没开心多久，便在警局见到了曾经的父母和姐姐，而他们更是迅速将他围住，不但口口声声地叫他黄泰勇，甚至低声下气地求他不要伤害成天。此情此景瞬间让成天心如刀绞，曾经亲密的家人竟瞬间变得如此的陌生，这也让他第一次出现了后悔的念头。但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他只能硬着头皮离开了这里。不过好消息是，晕倒的泰勇很快便被人送往了医院，而被互换掉身份的泰勇 刚睁开眼，便看到满满的家人围在身边。虽然他们口中声声呼唤的都是成天的名字，但这还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触手可及的母爱。成天这边得到消息，也迅速赶往医院，但不知道病房的他只能一间一间寻找。谁知突然有人喊出了他的名字， 이승천. 原来互换身份的当事人是能记着自己真实身份。成天当即想上前同他解释，谁知姐姐突然从身后出现，没办法，只能下次再找机会解释了。 回到别墅的成天发现一个大问题，他压根不知道泰勇的房间在哪儿。结果他在别墅内逛了半个多小时，硬是没找到自己的房间，甚至中途还闯入过继母的房间。야 너 뭐야? 너 녹화 안 해? 죄송해요, 엄마. 뭐? 就是成天这种态度，也让继母成为第一个怀疑他不是泰勇的人。不过好在遇到了泰勇的贴身保镖，成天当即利用宋叔为借口，让他推着小推车领着自己回到了房间。这比自己家还要大的衣帽间，这琳琅满目的手表，都让他将刚才短暂的后悔抛诸脑后。再看到就连照片也全部变成自己的模样后，他心有戚戚地摸起了那把金汤匙。谁知下一秒，这时成天也想起了巫婆最后的几句话：1달, 1년, 그리고 10년이 됐을 때, 그때 여기에 와서 결정을 하면 돼. 네 원래 부모한테 돌아갈 건지 말 건지. 穷小子用一把神奇的金汤匙互换了富二代的爹，但性格迥异的二人根本无法适应新的生活。先是穷小子突然有花不完的钱，立马开始疯狂的购物，但其眼界依然土得掉渣，甚至因大量消费引起了父亲的注意。结果第二天，父亲便将他带到高档餐厅，用一堆颇有深度的消费理念试图敲打他。但成天压根就听不懂，甚至当场顶嘴说是自己的零花钱，想怎么花是他的自由。这番言论瞬间让会长感受到不悦，仿佛儿子正在逐渐失控。所以当天晚上，他便制定出一套更加严厉且变态的管教方案。 그냥 이대로 둬선 안 되겠단 말이야. 在是富二代被动接受互换的身份后，先是突然变得虚弱，睡了2-3天，好不容易恢复后，却天天沉溺在漫画中，甚至看到母亲辛苦张罗的大餐，依旧嫌弃不是人吃的食物。但在姐姐的教育下，他还是勉为其难地尝了一口。 너무 맛있어. 어? 나 태어나서 이렇게 맛있는 거 처음이야, 엄마. 但其乐融融的晚餐却被一行人的造访瞬间搅碎。 황태용님께서 보내셨습니다. 原来成天买那么多东西都是为了送给曾经的家人，但他却根本不了解父母的秉性，所以第二天面对母亲要退回的行为，他还表示十分不解，甚至打算用巨额钱财替父母还债。但母亲绝不可能要欺负过他儿子人的任何东西。 조금이라도 미안한 마음 있다면 너 우리 승천이 그냥 내버려둬. 아는 체도 하지 마. 与此同时，泰勇也用成天的身份重新回到学校。不过他才刚落座，曾经成天的朋友便来向他炫耀，说黄泰勇将手机号留给了他俩，这让其他富二代很久都没敢欺负他们。但没人可欺负的富二代，
此刻早已摩拳擦掌，准备欺负李承天，所以当天放学后，泰勇便被他们带回了家。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泰勇虽然被互换了身份，记忆也有些混乱，但曾经的品味和气场依旧在线，甚至仅用几句话便在气场上彻底压垮了他们。 김윤수, 물이라도 좀 가져오지? 물 줄까? 콜라? 야! 니들 뭐 하는 거야? 어? 쟤 이승천이야 이승천. 얘 황태웅이야? 这下坏了！反应过来的富二代们瞬间羞恼成怒，变本加厉地将泰勇胖揍了一顿。与此同时，成天也通过同学口中得知泰勇已被富二代们带走，这瞬间让成天怒不可遏，因为他还清晰地记得他曾被富二代带回家后的下场。互换身份后，他本想温火炖青蛙慢慢复仇，但对方却偏要往枪口上撞，那么就别怪他残忍了。来到富二代家后，成天开始装模作样地欣赏房间，最终在沙发后看到了遍体鳞伤的泰勇，而他的眼神也瞬间变得冰冷。不再多言，他直接取下架子上的喷枪，装作要试射的样子，将枪口对准了富二代。 그거 진짜 총이야. 조심해. 뭔 걱정이야? 니네 아버지 실탄은 안 넣어두잖아. 황태웅, 네가 그걸 어떻게 알아? 成天知道是因为他们曾向他放过多次空包弹，这次换他成为拿枪的那个人，不需要空包弹直接上实弹，然后将枪口对准了富二代，彻底将对方吓得屁尿横流。但相比相同方式的报复，反复折磨彻底摧毁对方的心理防线，应该会更加有趣。于是成天假装是在开玩笑，在富二代彻底放松警惕时，再展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。 그럼 재미없지. 난 너랑 달라. 난 황태웅이니까. 황태웅. 当有钱人的儿子是那么简单的吗？这个穷小子刚用神奇的金汤勺偷到一个财阀当爹，却因说了一句叛逆的话，当即便被父亲剥夺了遗产继承权，甚至要求他20岁生日后便净身出户。但好不容易才成为有钱人的儿子，他绝不会坐以待毙。当天晚上，成天便来到父亲的集团，直言他刚刚闯了大祸，但他会自己动手擦干净屁股，让会长父亲不要插手。谁知他话音刚落，军团长便打来电话，而会长根本不需要听对方说什么，直接称自己相信儿子会处理好一切。这种无条件的信任让成天深受感动，甚至一度怀疑这个偷来的父亲是爱自己的。于是他临走前突然回头问道： 절 사랑하긴 하시나요? 그럼 당연히 사랑하지. 虽然从会长口中得到了肯定的答案，但那种不自然的表情还是让成天瞬间惊醒。不再多言，他直接来到医院，来到军团长儿子的病床前。 장군아, 좀 어때? 原来他为了教训仗势欺人的张军，不但将实弹放入喷枪中，甚至让子弹与他擦脸而过。此举虽然让军团长十分不满，但无奈成天是财阀家的儿子，只能试图晓之以理。谁知成天竟以家中私自存放枪支为由，轻而易举便让他们闭上了嘴。但这只是让会长看到他能力的第一步。很快来到成天19岁生日宴当天，面对这种豪华奢侈的场面，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守住财富的决心。于是，在他负责发言时，他不但十分懂事地称子女的生日便是父母的受难日，甚至还要送给父亲一个礼物——投资债券。在成天还是穷小子时，便一直在帮黄泰勇写投资报告，其中的天才想法一度让会长都感到威胁。所以如今在看到自己儿子也有如此天才的行为后，会长的眼神瞬间充满了赞许。 고맙다, 태용아. 没错，李承天偷的正是同学黄泰勇的父亲，而此刻真的泰勇正在以李承天的身份接受母亲的生日祝福， 생일 축하해. 仿佛是命中注定，二人的生日正好是同一天。但相比那边的豪华派对，泰勇的生日礼物却只是100块的红包。 나 이런 거 필요 없는데. 나도 안 내라 힘들었는데. 선물은 엄마가 받아야지. 자, 선물. 엄마, 난 다른 선물 필요 없어. 엄마만 있으면 돼. 是的，虽然泰勇被迫成为穷人家的孩子，但他却对眼前的环境甘之若饴，甚至还大方地请女同学来家里玩。而这正是成天从来不肯做的事情，因为他觉得这个环境十分丢人。另一边，成天那边已遇到一个大麻烦，因为黄泰勇是个弹钢琴高手，所以每年的生日宴都会在他的琴声中落幕。但成天根本就不会弹钢琴，眼看成天即将露馅，泰勇突然赶到，甚至直接坐到钢琴前忘情地演奏起来。原来泰勇被互换身份后，虽然关于身份的记忆逐渐模糊，但身体本能让他来到这里，完成了每年必做的一件事。不过他的出现虽解了成天的燃眉之急，但却让对钢琴十分熟悉的继母和同学小珍查出端倪，因为这完全和往年黄泰勇演奏的一模一样，甚至连弹错的音符都分毫不差。所以当泰勇弹奏结束后，小珍立马便跟了上去，而另一个女同学却转交给成天一封信，一封来自巫婆的信。 깜빡 잊고 너에게 말해주지 못한 규칙이 있구나. 생일날 친부모를 만나면 원래 자신으로 돌아간단다. 有个有钱的爹真的那么恐怖吗？
这个穷小子用神奇的金汤勺偷到一个有钱的爹，却因说错一句话便被剥夺了遗产继承权。为了能保住来之不易的财富，他每天都在琢磨如何能讨父亲的欢心，结果却只得到一句不疼不痒的夸赞。没办法，他只能铤而走险，试图慢慢渗透到集团中。谁知他刚拿到大股东名单，父亲却突然回家。 그 회장님을 넌 꼭 남대하든 말한다. 眼看计划还没开始便要被掐灭，成天只能选择半真半假的坦白。 다음 달에 주주총회가 있다고 들었습니다. 저도 참석하려면 공부 좀 해야 될 것 같아서요. 但父亲根本不接话，反而问他是否偷看过遗嘱。这句话让成天瞬间汗毛炸起，自己自作聪明的行为竟都在父亲的监视之下。他不敢再装大尾巴狼，赶忙将最近的事全部坦白，也不再掩饰自己的野心。 도신그룹 저 주십시오. 유언장 다시 써주세요. 谁知会长听后却没半点生气，反而问他生日宴那天的拥抱是否也是这个目的。原来在19岁生日宴当天，成天突然接到巫婆的信件，称只要在生日当天见到亲生父母，他和泰勇的身份将被瞬间换回。虽然成天的亲生父母不在这，但泰勇和会长父亲却同时在场，而且他们二人也多次擦肩而过，甚至曾在别墅内前后脚走了很长时间。那时只要泰勇一回头，成天便会立马失去这个有钱的父亲。不过好在，直到泰勇准备乘电梯离开，他也没正面看过会长一眼。不料这时会长却突然出现，甚至也要去乘坐电梯。在狭窄的空间内，二人必将避无可避，没办法，成天只能一把将父亲抱住，这才堪堪的避过一劫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是他的这个拥抱，瞬间让会长动了恻隐之心。当晚会长回去便告诉妻子，虽然从他偷看遗嘱到偷买投资股份自己都了如指掌，但他一直认为这都是儿子的小聪明。但面对那个突如其来的拥抱，却让他再次感受到什么叫亲情。 그런데 이쯤이면 대용이 줘도 되겠어. 这句话让继母的脸色瞬间三变。当天晚上，她便趁丈夫睡着后，给远在大洋彼岸的人打去电话，让他收起耍心，赶紧回来。但对方好像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结果继母便为我们奉上一场优雅的咆哮。 너 한가하게 이러고 있을 때가 아니야. 지금 당장 들어와. 당장 들어오라고. 멍하니 앉아서 다 뺏기고 싶어. 结果成天第二天便被会长抓到现行。面对父亲关于拥抱的质问，虽然成天立即给出了否定的答案，但会长却仿佛了然于胸，留下一句继续努力后便转身离去。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，他突然想到一箭双雕之计。原来之前他曾去看过亲生父母，结果恰好遇到房产中介又来催租。本来他想上前教训这帮坏人，谁知却看到生父为了50块钱跪地擦鞋的卑微样子。 역시 부모 바꾸길 잘했어. 那天晚上他最終选择视而不见，如今他却坐到了房产中介的沙发上，但他却并没展露自己的身份，反而多次言语讽刺对方，直到将对方彻底惹火。 이 어린 놈의 새끼가 야, 너 죽고 싶어? 作为财阀的顶级保镖，对付这10几个混混根本不在话下，甚至连衣服都没碰到，便将对方全部砸趴在地。很快，刚才还耀武扬威的这帮人，此刻全部站在成天身后，在看到成天搜集他们的一堆犯罪证据后，当场便开始表忠心。画面一转，房产中介带着果篮来到成天生父家，当场便下跪请求他们永远的居住下去，房租想拖到什么时候都可以，千万不要感到一丝的为难。这边问题暂时得到解决，但时间却已经快到深夜，他急忙驱车回家，谁知却在路上被一个乞丐吸引了注意力，而这个乞丐要去的目的地正是成天和巫婆见面的樱花树下。 다시 금수저 되고 싶어. 어디 간 거야, 할머니? 穷女孩意外从巫婆那里获得一把能偷取他人父母的金汤匙，当天她便迫不及待来到有钱的同学家，3个小时内狼吞虎咽的连吃3顿饭，就算被同学家的保姆嫌弃，也丝毫不以为意，因为巫婆曾告诉她，只有去有钱人家吃3顿饭，才能偷取到有钱人的父母。 想到自己酗酒如命的父亲，他1秒都不想回到那个家。但他选择的这个同学却是个白血病患者，一直靠昂贵的药物维持生存。不过就在女孩捡米饭粒时，奇迹突然发生了。그렇게 뭐 하는 거야, 나라야? 여진아? 아줌마, 밥이 별로야. 다시 해. 나라야, 밥 먹고 가. 집에 가봤자 먹을 거 없어. 就这样被互换身份的如真，没过多久便因病去世，而女孩却以吴如真的身份，不但变成了妥妥的白富美，甚至主动向更有钱的财阀公子黄泰勇靠近，就算被他多次嫌棄，也丝毫不以为意。直到那天，一个叫李成天的穷小子拿出了一根一模一样的金汤匙，他这才意识到金汤匙原来不止一根。 나도 나름 귀한 자식이라. 为了阻止穷小子换掉他的白马王子，他开始监视穷小子的一举一动，甚至目睹了泰勇不小心将穷小子推下了桥，而他则趁机向警察举报了泰勇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
穷小子其实当晚便与泰勇互换成功，所以在看到黄泰勇坐到穷小子的位置上时，他瞬间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他趁体育课时直接选择强吻泰勇，结果对方的反应瞬间让他了然于胸。但真正让他确认穷小子已完成互换的，是在泰勇的19岁生日宴上，当看到穷小子弹出和黄泰勇一模一样的音乐，甚至连弹错的音符都分毫不差时，他这才笃定眼前的穷小子才是真正的黄泰勇。于是第二天，他便匿名给程天发去信息，称自己已经知道他的秘密，他不是真的黄泰勇。这条信息瞬间让程天汗毛炸起，赶忙环顾四周，却发现所有同学都拿着手机，根本无从查起。但让如真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程天远比他想象中聪明，他甚至仅通过同学对奈拉突然患白血病去世的惋惜，加上奈拉曾租住过如真家的房子，这2条信息便猜到他可能也有金汤匙。于是没过2天，他便接到程天的约会邀请，而约会的地点正是奈拉的长眠之地。程天也不和他拐弯抹角，直接向他打听奈拉的信息。但如真在知道约会地点是这里时，便已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，所以无论程天问什么，他都没露出丝毫破绽。但当听到程天打听奈拉酗酒如命的父亲时，他还是没能忍住情绪，突然出现了波动。而这种不寻常的波动瞬间便被程天捕捉到，后面就算他用为朋友打抱不平试图搪塞，却依旧无法打消程天的怀疑。정나라，너 정나라 맞지？穷小子意外变成有钱人的儿子，贫苦经验反而成了他的天赋，不但让他轻而易举便成为投资天才，还瞬间俘获众多女神的芳心。但假身份终究是假的，总会有暴露的一天。最先产生怀疑的是他的继母，面对这个突然开口喊他妈妈的继子，他当场便感到一丝诡异。直到19岁生日宴当天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却在宴会上弹出了泰勇的曲子，甚至连弹错的音符都丝毫不差，他这才正式开始怀疑继子的身份。不过很快能让他确认的机会来了。这天程天不在家，穷小子第一次在互换身份后登门拜访，继母趁机开始对他嘘寒问暖，结果不但得知他喝饮料的口味同泰勇一模一样，还同样对咖啡类食物过敏，甚至也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。 너 우리 태용이랑 취향이 비슷하구나. 설마요. 디나마고 베베베크리. 불어도 아니? 继母还不死心，当即邀请穷小子去弹奏一个曲目，一个泰勇十分擅长却也有瑕疵的钢琴曲，结果果然同泰勇弹得分毫不差。继母不再多言，立马将情况转告了丈夫。谁知丈夫听后却根本不以为然，仿佛儿子是谁他根本不在乎，有能力就行。第二个发现秘密的是程天的同学吴如真，因为他也是金汤匙的使用者，所以在确认程天互换了泰勇的身份后，他做什么事都能料敌先机，就算不小心露出破绽被程天抓到现行，他也早已留好了后手。 오여진 아니지. 뭐? 일단 어이없는 장난하는 게 누군가 했더니 原来他在赴约前便群发了这条信息，从根源上打消了程天的怀疑。而背锅侠便是一直暗恋他的张俊。 내가 보냈는데 왜? 其实这些人的怀疑压根对程天造成不了威胁，真正能威胁到他的只有那个有钱的爹。但让程天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继母竟为了抢夺遗产，将远在大洋彼岸的亲弟弟喊了回来。但程天压根就没见过他，所以在看到年龄差不多后， 오랜만이네요. 형, 뭐? 형? 眼见自己又露出了马脚，程天刚想找个理由补救，谁知父亲却正好出来，甚至主动帮程天圆了个谎，然后转头便问小舅子什么时候回美国。这种赤果果的送客态度，瞬间让继母和弟弟陷入尴尬。但男人的脸皮根本不是一般的厚，当即嬉皮笑脸的搪塞过去。见小舅子不识趣，会长也不多言，转头便走向了餐桌。不过让程天没想到的是，继母竟然守着他的面说道：“진태야, 나 이런 사람이랑 산다。” 不过程天很快便知道继母为何如此明目张胆了。 너 이 자식 그동안 많이 컸다. 네가 감히 내 눈을 똑바로 쳐다봐. 5년 전엔 찍소리도 못하던 게. 原来泰勇一听到回美国便会惊恐到哮喘，全是拜这个变态所赐。而他的出现也成为压垮程天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其实前2天程天无意间遇到了曾经的父亲，如今他为了能让儿子吃上蛋糕，不但彻底放弃了画漫画的理想，还来到拆迁队挣危险的快钱，这让程天当场崩溃。如果父亲能早日振作起来，他也不至于去住那个豪华却没人味的堡垒。 因为他不止一次曾半夜跑回家偷看，结果却看到泰勇和他的家人其乐融融，而那个无法振作的父亲变成了他自欺欺人的唯一理由。而今天正好是他互换身份的第30天，如果今天他不去巫婆那里换回父母，那么他将继续用黄泰勇的身份至少生活1年。为了给自己找个自欺欺人的借口，一上学他便将泰勇喊到小树林，上来便用一堆贫穷的代价讽刺他，甚至嘲笑他有一对无能的父母。谁知泰勇竟底气十足地告诉他。
황태용, 넌 정말 돈밖에 모르는구나. 난 너랑 달라. 왜냐? 난 이승천이니까.这句话瞬间刺激到成天，他当场情绪激动地称有人会为钱而放弃父母，谁知泰勇却给了他当头一棒。 때문에 부모를 버려? 말도 안 되는 소리 하지 마. 그게 쓰레기지 사람이냐? 这句话如同一把尖锐的匕首，瞬间将成天插得体无完肤。但成天依旧不肯服输，当场便假设用自己家财富和房产交换他的父母。谁知泰勇的回答却依旧无比坚定。 난 우리 부모님 절대 안 바꿔. 난 니네 엄마 아빠 딱 질색이야. 그렇게 숨막히는 부모 밑에 사느니 난 그냥 돈 없이 가난하게 살래. 泰勇的这段话瞬间让成天无地自容，但还没等他流下悔恨的泪水，一个女同学却突然跑了过来。 큰일 났어. 너희 아빠가. 原来他父亲所在的拆迁队遇到了大批民众的抵抗，此刻已身受重伤，命在旦夕。来不及多想，成天赶忙跟在泰勇身后向校门口飞奔，谁知专职司机却恰好不在，而泰勇也压根没有等他的打算。没办法，他只能在拦辆出租车飞速向医院驶去，甚至比泰勇还要快一步到达医院，也就成为第一个见到父亲的人。 아빠. 아빠. “这可能是史上最惨的富二代，不但亲爹不疼，继母不爱，还被唯一的好朋友出卖，一夕之间被换了父母，从此成为穷人家的孩子。”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穷父母，他反而感到因祸得福，不但没有任何嫌弃不适，还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亲情，甚至十分骄傲地将穷父母介绍给心爱的女生。 안녕하세요. 就算是3更半夜，只要看到母亲的袜子有破洞，他也会立即跑出去买袜子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无论他再怎么珍惜努力，他从来就未曾拥有过选择权。其结果就是，好朋友想要换回父母时，他瞬间便处在卖袜子的地摊前，茫然地看着手中精挑细选的袜子，呆呆的不知所措。这还不算最惨的，更惨的是成天在偷走他父母的这段时间里，不但当面顶撞了掌控欲极强的父亲，还毫不保留地向继母展示了自己的厌恶，甚至暴力反抗了他那变态的舅舅。最终在留下一堆烂摊子后，拍拍屁股就把父母换了回来，徒留他自己回家面对那堆冷血的机器。最先向他发难的是继母，不但以耽误学习为由嗔怪他昨晚回家太晚，还顺便将战火惹到李承天一家人身上，结果成功让会长也加入到斥责的行列。 네 말대로 가난은 죄가 아니야. 병이지. 아비에서 자식으로 대를 이어 물려주는 돌림병. 그게 가난이야. 原来昨天还没换回身份的成天，在得知生父出意外后，不但飞速地赶到医院，还情不自禁地大喊好几声爸爸。谁知会长却突然从帘子后出现，父子二人瞬间面面相觑。不过好在泰勇和同学及时赶到，这才打破了二人之间诡异的尴尬。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面对成天叫错人的劣拙借口，会长不但丝毫不予追究，反而说出一段意味深长的话。 그럴 수 있지. 이승천이나 그 애비나 이게 다 무슨 악연인지 모르겠구나. 成天这边虽然暂时躲过一劫，但生父的情况却十分危急，甚至一度被推入抢救室。看到家人再次遭此磨难，成天以为是自己逆天换命的报应，当晚便找到巫婆要换回身份。巫婆也果然并非凡人，仅是动了下眼珠，金汤室便散发出璀璨的金光。 오늘 안에 네 진짜 집으로 돌아가서 밥 한 끼만 먹도록 해라. 此刻知道能换回父母的成天还十分兴奋，甚至巫婆告诉他1年后才能再用金汤匙时，他依旧斩钉截铁地回答以后绝不再用。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巫婆却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。另一边，泰勇刚在早餐上被父亲警告一番，回头便遇到他那变态的舅舅。因为昨天成天着急去换回父母，不但将舅舅推翻在地，还大吼让他滚开，所以今天他来找泰勇就是为了找回昨天的场子。但此刻的真泰勇却压根没有一点反抗的勇气，结果差点被勒到窒息而亡。 还好他的贴身保镖及时出现，这才让舅舅暂时有所收敛。但舅舅却并不甘心受保镖挟制。특전사 출신, 다르네. 与此同时，换回身份的成天也并没想象中的其乐融融，反而因为父亲拆迁过程中的疏忽，不但导致他身负重伤，甚至让拆迁队损失了一辆豪车，其价值甚至高达1亿。面对这么一大笔数额的钱财， 母亲逼不得已只能选择卖肾，结果却在交易当天被成天撞破。才刚换回身份2天，便遭遇到金钱的窘境，成天瞬间产生一丝后悔的念头。但为了家人，他绝不能再当缩头乌龟。 엄마 아무것도 하지 말고 가만히 있어. 내가 해결할 테니까.
승천아, 너 어디 가는 거야? 승천아! 为富不仁，并非空穴来风。男人是顶级财阀的掌舵人，面对儿子的同学向他借1亿韩元时，他当场便露出讥讽的笑容。这本无可厚非，但他却看到男孩准备放弃后，突然又答应了他的请求，这让男孩瞬间重燃希望。谁知他却只是想卖弄他那套贫富的观念，直到最后也没掏出1分钱。但也不是所有富人都是这种嘴脸，一直暗恋男孩的白富美，在向父亲要钱遭到拒绝后，直接开始打包自己的名牌包，结果只用6个包便将1亿凑够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在去给男孩送钱的路上，却反被另一位白富美截胡。이거 1억이야. 너한테 도움이 됐으면 좋겠다. 此刻的成天还不知道，这个钱只是女孩庞大计划里的第一步，因为她就是用金汤匙偷换他人父母的吴如珍，也是全剧中最大的反派。转眼1年后，一帮20岁的同班同学正在庆祝毕业，但其中却唯独少了李成天，因为他此刻正在快递的分拣仓库，一边分拣快递一边学习英语单词，希望来年可以考个好大学。但就在这时，吴如珍却突然发来信息，让他9点15必来接自己。虽然如今的成天已对他十分反感，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他还是准时准点出现。其结果自然是与同学们正面相遇，甚至还见到了他一直暗恋的白富美阿朱。잘 지냈어? 但吴如珍会如此好心让2人重逢吗？不，他是要断掉成天的一切后路。 왔어? 응. 내가 집에 같이 가자고 불렀어. 简单的一个动作，便能让互生情愫的2人心生芥蒂。再加上他早已让成天一家住到自己家里，让他从同学身份瞬间变成家奴般的存在，从而彻底将他压在身下，让他永无翻身之日。甚至为了进一步断掉阿朱这条铸币，他将其直接约战到皇太勇家，告诉他成天只是个低等的奴隶。不过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成天也被太勇请来做客，恰好将他的真实想法尽收耳底。 정신 차려 나주희. 걘 그냥 돈이면 뭐든 다 하는 애야. 돈 앞에선 염치도 자존심도 없는 그런 애라고. 그래, 그 말 다 맞아. 本来大好的形势，却因他的急功近利差点前功尽弃。好在还有债务作为最后的羁绊，让成天暂时无法挣脱。但他还是低估了成天的脸皮。 널 좋아하니까. 冷不丁的表白瞬间惊呆众人，而他想当成天唯一救命稻草的计划也彻底破灭。没办法，智取不行，只能强攻。第2天，他便将成天约到小河边，直接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。 부자가 되는 금수저. 没错，成天知道金汤匙的神奇功能，因为他曾用金汤匙偷换了皇太勇的父亲，谁知却在1个月后又换了回来。而吴如珍的真实目的，就是让他再去偷换太勇的父亲，彻底变成顶级财阀的独生子，然后再娶她为妻，帮他真正步入金字塔顶端的上流社会。但此刻的成天还有亲情和爱情可以眷恋，所以就算他知道了如珍的计划，依旧一口回绝。但既然吴如珍选择强攻，他肯定早已留有后手。 더 이상 네 금수저 필요 없겠네. 안 돼! 继朴昌浩黑化成大老鼠后，金汤匙中的李成天也完成了黑化。虽然第一次他是毫无准备下互换的父母，但依旧展现出极高的投资天分和雷霆手段。这次是遭遇众多欺辱后的有备而来，谁还能阻挡他登顶的步伐？不过成天的黑化完全是拜这个女人所赐。为了能成为顶级财阀家的儿媳，他假装丢掉了成天的金汤匙，让成天不甘心贫穷的内心暴露无遗。然后他再告诉成天那是假的，如果他想要真的，就必须答应他的要求，娶她为妻。 但此刻的成天还眷恋着阿朱，所以往后几天他根本没有半点动静。为了逼他尽快完成互换，如珍决定再推他一把。 됐고 무조건 열흘 안에 내 돈 다 갚고 방 빼. 어? 방 빼! 现在别说1亿，就算是1000万，他们也根本拿不出来。但在搬走前，成天必须要把他的汤匙拿回来。于是他趁如珍父女出门后，偷偷潜进他的房间，直接就是一顿翻找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也是如珍的试探。 이승천, 너 지금 뭐 하는 거야? 既然被当面拆穿，成天也不再隐瞒，当场便问他索要汤匙。谁知如珍却趁机逼他放弃阿朱和他在一起，甚至主动送上香吻，结果却反被成天一把推开。眼见索要无果，成天当场开始疯狂的翻找。但女孩子的东西岂是他想翻就能翻的？2人随即产生争执，期间甚至一度出现亲密的肌肤接触。最终在打破花瓶后，2人同时跌倒在床上。也恰恰是这个瞬间，让如珍冰冷的内心出现了短暂的涟漪。 但破碎声还是引来了真父，来不及多想，如珍赶忙将成天推进角落，再假装换衣服，成功躲过一劫。 오빠! 나 옷 갈아입는 거 안 보여? 冷静下来的如珍突然发现成天被玻璃划伤，当场便开始紧张起来。谁知成天根本不领情，反而彻底放弃了金汤匙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。
但很快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。原来成天本身便极具投资天赋，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，一直未能施展拳脚。如今为了能将1亿凑够，他决定和姐姐一起用信用贷款500万，投资股市去赚快钱。而成天也果然凭借他敏锐的嗅觉和手速，在疯狂的买入和卖出下，1天之内让本金翻了1倍多。但高收益同样伴随着高风险，穷人却根本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。最终因手机流量突然告罄，成天被耽误了短短的1小时，1000多万便瞬间变成了3820块。想到一家人拼命努力了近1年，债务却不减反增，一家4口也即将无家可归，甚至还害姐姐上了失信名单，成天终于彻底崩溃。在这种失无可失的情况下，金汤匙也终于成为他唯一的救命稻草。他疯狂地来到如真面前，直接答应他的全部要求，只求他把汤匙还给他。但口说无凭，如真当场便要求他给出一个保证，而成天能给出的保证仅有自己的膝盖。得到金汤匙的成天，当晚便约阿朱来到教堂前，开始做最后的告别。 내가 지금과 전혀 다른 모습이더라도 네가 날 알아봐주고 좋아하게 해달라고. 说完，成天便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吻了阿朱，因为他明天就将变成财阀的独生子黄泰勇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此刻的泰勇已遇到了大麻烦。原来泰勇一直有一个心理阴影，一个6年前记不起来的记忆。为此，他找到阿朱的父亲，询问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毕竟这件事是他帮泰勇料理的后事。谁知朱父却告诉他，6年前枪击案的真凶就是他黄泰勇。画面一转，泰勇踉踉跄跄地跑出别墅，仿佛身后有极度可怕的事情。而当阿朱约完会回来时，却惊恐地发现父亲已经去世。第二天一早，还完全不知情的成天突然冲入泰勇家，带着一堆保安飞速地向别墅冲去，终于赶在佣人撤早餐前拿到了最后1碗剩饭，然后趁保安还没赶到，用金汤匙拼命地开始扒饭，最终在保镖拽到他前，终于将米饭吃了个底朝天。 도련님， 昨天还跪在他面前摇尾乞怜的穷小子，今天却已让他高攀不起。为了防止报复，女孩甚至主动将他喊到楼梯口，极尽谄媚，试图挽回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但一切都晚了，就算他父亲亲自卑躬屈膝，也无法平息穷小子心中报复的火焰。 형, 해줘야 할 일이 하나 더 있어. 当天下午，海量的罪证便被传真到税务局，刹那间数十人浩浩荡荡地来到真父的公司，带走了所有的财务资料。这突如其来的调查让真父瞬间焦头烂额，但让他更难以理解的是，泰勇怎么会有他偷税的证据？这是如真心中十分清楚，毕竟穷小子在他家住了近1年的时间，早已将家里的事摸得一清二楚。如今穷小子用一把金汤匙互换了财阀的爹，第一个开刀的人自然是他们。如真赶忙给穷小子打电话试图求饶，但电话却一直被挂断。 因为成天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帮曾经的家人渡过难关。与此同时，成天的姐姐正在被店长当众训斥，隐藏在幕后的老板却突然出现，他甚至不需要问事情的起因，当场便以店长扰乱正常营业为由直接辞退，然后转头就把还是实习理发师的姐姐直接跨过转正提拔成了店长。제가요？ 另一边，成天生父那些从来没人要的漫画，也突然被各大编辑部争抢，还预约了他未来10年的所有漫画。 而成天生母打工的餐馆老板，不但突然支付了拖欠他半年的工资，甚至还给了双倍，美名其曰是拖欠的利息。就这样，前一天还穷困潦倒的一家人，1天之内全体脱离困境。而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成天则站在窗外向父母许下郑重的誓言。 기다려줘. 내가 100억, 아니 1000억 모아서 돌아올게. 不过这边的事情还比较容易解决，困难的是他那曾经的女友，因为就在他同女友告别的那天晚上。 女友的媒体大亨父亲突然去世，而他的3个哥哥却没有半点良心，不但在父亲的葬礼上开始变卖家产，甚至还要动手打这个庶出的妹妹。好在泰勇及时出现护住了阿朱。不过别看泰勇已被成天互换了身份，变成了如今的穷小子，但他自小培养出来的气场依旧十分唬人，仅用3、2句话便把对方唬得一愣一愣的。就算在他们带着律师准备让阿朱净身出户时，泰勇也张口便喊出一堆大律师的名字，直接唬得对方律师不敢多说一句话。 但就算他再能唬，面对阿朱哥哥们偷着转移财产的行为，也没有丝毫办法，只能带一堆母亲做的饭，来到仅剩阿朱一人的大别墅内。但在看到阿朱满嘴流油的嘴唇时，真诚天吻他的记忆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。虽然他根本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吻的，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。不过不同人的口气和技巧肯定会有区别，所以在泰勇还想更深入的了解时，阿朱突然毫不留情地推开了他，而这种陌生的举动也瞬间让2人陷入尴尬。 好在门铃及时响起，阿朱这才迅速逃离现场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来人竟是假的黄泰勇，真的男友李承天。黄泰勇，千万别瞧不起这种秃顶的老头，
就算他穿着邋遢不修边幅，就算他专挑这种路边摊就餐，也有可能是招惹不起的存在。这里的老板娘就深谙其中之道，一口一个帅哥叫的老头心花怒放，当场便掏出1折5万大钞，直接打赏1张作为小费，甚至连厨师也得到了打赏。看着老板娘千恩万谢的模样，老头的笑脸变得更加灿烂。谁知坐在对面的小伙却给了他当头一棒。 대표님이 아니라 돈에 인사하는 건 아시죠? 这句话让老头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但他却不敢与小伙闹僵，毕竟对方的老爸是顶级财阀。不过既然他如此傲慢无礼，老头也不想与他继续吃饭，当场便下了逐客令。但成天敢对老头如此嚣张，肯定是有备而来，直接开门见山说出自己的目的。 큰 돈 옆에 서시겠습니까? 작은 돈 옆에 서시겠습니까? 原来近期一个媒体大亨突然去世，成天的舅舅趁机收购媒体公司的股份，但媒体大亨的女儿正是成天的前女友，所以为了前女友不至于净身出户，他这才找到为舅舅提供资金的老头。但成天想让老头放弃舅舅同他合作，必须展现出足够的能力和气势，才能逼老头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与此同时，舅舅正在向成天的父亲邀功，突然接到了老头的电话，而电话内容却只有2个字：撤资。没错，最终老头还是被成天装模作样的气势唬住，最终选择财阀会长的儿子，而不是小舅子。这个老头正是天使投资界的顶流大亨。 2,000원짜리 백반과 최고급 세단이라니. 成天这么做虽然暂时救了前女友，但却彻底得罪了舅舅和继母。二人当场便开始寻找他突然变化的秘密。原来曾经的黄泰勇十分谨慎且懦弱，但成天用金汤匙互换了黄泰勇的身份后，性格却十分凌厉且强势。这种突然的变化让舅舅二人百思不得其解。不过在变化的前一晚，却同时发生了2件大事。第一件是媒体大亨，也就是成天前女友的父亲突然去世。第二件事，泰勇不但恰好在那晚喝醉断片，甚至会长还亲自嘱咐佣人把泰勇那晚穿的衣服全部烧掉。与此同时，逼成天互换身份的女孩也告诉成天那天发生的第3件大事。成天去互换身份前1小时，真的泰勇在见到媒体大亨去世后，竟直接冲进车流准备自杀。还好女孩及时出手将其救下，否则在成天互换身份后，世上恐将再添一个死而复生的奇迹。 정신 똑바로 차려, 황태용. 넌 절대 지금 죽으면 안 돼. 这3件事连起来看，仿佛真相已呼之欲出。舅舅不再多言，迅速的起身离开了这里。当晚成天刚回到庄园，2辆警车便突然呼啸驶来，甚至没给成天说话的机会，便以涉嫌杀人罪紧急逮捕。与此同时，成天的前女友刚回到空无一人的别墅，突然门板被人一把抓住，她紧张的抬头望去，来人竟是真泰勇。 깜짝 놀랐잖아, 이승천. 财阀会长冷着一张脸回到家里，甚至对爱妻的迎接也完全视而不见，就这么径直走到小舅子的房间，拿起架子上的棍子，来到小舅子面前，直接就是一顿胖揍，完全失去了他往日的冷静。妻子见状，赶忙以命相护，这才暂时救下了弟弟。 네가 감히 우리 태웅이한테 수갑을 채우고 살인자 취급을 해! 네 형, 그냥 장난으로. 장난? 最终在会长的威压下，小舅子才坦白了自己的罪行。原来为了从侄子泰勇口中套出媒体大亨去世的真相，他不但安排人假扮警察将泰勇绑到一个聚会上，甚至当众逼迫他加入他们的社团。但他千不该万不该安排一人去色诱泰勇，结果反让吴如珍感到极度不悦，因为逼成天用金汤匙互换身份变成泰勇的人正是他，他可不想让别人染指，所以他假借给泰勇介绍人的机会，迅速将成天带离了这里。但成天对这根本不感兴趣，他只想尽快存够千亿后回到生父母身边。于是他趁大家不注意，试图溜之大吉，谁知舅舅却突然拦住了他。 어딜 그렇게 급히 가시나? 为了能尽快逃离这里，成天不得不答应喝下这杯饮料。但不出意外的，喝下饮料后的他瞬间便瘫软在地，而舅舅也趁机开始逼问媒体大亨去世的秘密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如真其实一直在盯着成天，所以舅舅的一举一动早已被他尽收眼底。 황태영 아닌데 나 이승천이야. 不过好在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根本不会有人相信。但为了防止成天再说漏嘴，第2天如真还是找到泰勇的父亲，直接告诉他舅舅对泰勇下药的事，并直言不讳地称，就算是为了锻炼泰勇的承压，舅舅这颗棋子也太过危险。不过面对这种无缘无故的示好，会长当场便问他想要什么好处，但如真给出的答案却瞬间让会长嗤之以鼻。 태용이랑 약혼하고 싶어요. 네가? 真父的公司连含500强都不算，这种咖位对财阀来说提鞋都不配。但如真却信心十足地说 태용이 제가 지켜드릴게요. 先不管会长有没有答应如真的要求，但感动他唯一的儿子，这是龙之逆鳞，触之必死，就算是爱妻也不能幸免。会长当场便剥夺小舅子的所有股份，甚至把妻子也禁足在家1个月。 내 아들 황태용. 알겠어?
但如此程度的处罚并没让姐弟二人消停。为了夺回属于他们的一切，二人当即分头行动。由姐姐安排人调查媒体大亨去世的秘密，弟弟则精心制作一则广告，想要在董事会上一鸣惊人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程天竟也被会长带来参加董事会，而让他信心满满的广告也被程天当场提出质疑。 저게 고급스럽습니까? 先不说二人的观点到底谁更正确，但作为会长唯二的亲属，竟在所有董事面前针锋相对，这时会长的态度将会左右所有董事对二人的态度。所以无论会长的观点更偏向哪一方，但此刻他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。 일리 있어. 대학 1학년생이 캐치한 문제도 생각 못하면 곤란하지. 안 그래? 简单的2句话便让所有人找对了方向，但同时也让小舅子彻底怀恨在心。与此同时，妻子正好遇到管家在训斥一个佣人，一问才知道他竟偷着将不要的东西拿去二手网站卖，其中竟也包含会长千叮万嘱一定要粉毁的一件衣服，一件泰勇那晚去媒体大亨家时穿过的衣服。很快检测结果出炉，在泰勇衣服上发现的血迹与去世媒体大亨的血完全一致。 내가 재밌는 걸 찾았어. 这个结果转头便由小舅子交到会长手里，而能让小舅子闭嘴的代价，不但有泰勇名下的所有不动产，还有财团20%的股份，甚至他还要求将泰勇立马送出国。这里就出现一个我也不能理解的剧情：面对这种狮子大开口的勒索，一向心狠手辣的会长不但痛快的答应，甚至在成天大吼自己没杀人时，他还十分坚定的选择相信儿子，但他却非要将儿子送出国不可，甚至为那2成股份的代价而大发雷霆。 네가 미국에 가는 건 기회야. 내가 너에게 주는 마지막 기회. 그 기회를 사기 위해서 내가 지불한 돈이 얼마나 될까? 내가 너 때문에 쓴 돈, 그 돈값 치를 만한 준비가 됐을 때 돌아와. 그 전에 돌아올 생각 꿈도 꾸지 말고. 话都被会长说死，成天怎可能还有留下的机会？最终他还是坐上了出国的飞机。很快，沧海桑田10年过去了，一个穿着破袜子的小伙躺在路边的躺椅上。西装笔挺的真泰勇发现了这个不和谐的存在，当场便试图将对方喊醒，谁知不小心用力过猛，直接将对方拽到了地下。而起身后的小伙赫然正是李承天。여기 어디야? 女人带着一帮黑衣人直接杀进这场豪华派对，因为她要找到偷回国内的未婚夫。所有蒙着脸的人，无论男女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最终在屏风后，她终于找到了正在烈焰的未婚夫。 나 도심그룹 황태웅인데 내만 가서 같이 놀자. 眼看他的行为越来越出格，他不再忍耐，上去一把把他拽了回来。 당 잡아줄까? 여진님. 但大庭广众之下，他却不能多言，只能将矛头对准女艺人，称头版头条已准备好3个绯闻版面，如果他想使用的话，可以继续待在这里。简单的2句话便让对方彻底断了妄想，当场夹着尾巴就逃离了这里。但男人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也仅用2句话便让未婚妻瞬间消气。 내 혼자 화내니까 더 섹시한데. 고민이 많아. 빨리 나가자. 어디가? 자고 갈래? 见到如真羞涩的模样，男人也瞬间硬气起来，撂下一句玩乐也须有始有终后，便迅速逃离，徒留如真一人待在原地不知所措。没办法，他只能请出未婚夫的舅舅，因为能让他忌惮的只有他继母的亲弟弟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舅舅竟守着所有人的面，不但打了成天一巴掌，甚至还不断推搡他，仿佛是在教训一个孙子。而成天也对此竟唯唯诺诺，丝毫不敢反抗。这点让如真十分不满。在舅舅走后，他一言不发，撞了下成天的肩膀后便大踏步的离去。而成天也懂得见好就收，赶忙屁颠颠的跟了上去。但他俩才刚开出派对，如真却突然一个急刹，他的情绪也在此刻才彻底的爆发。 내가 이딴 꼴 보려고 돈 빌려주고 도와주고 기다린 줄 알아? 没错，当初他机关算尽，才让成天用金汤匙互换了泰勇的爹。结果他不但未谋得半点钱财，甚至唯一的股份也被舅舅抢走。如今10年过去了，他不但不思进取，还破罐子破摔，甚至彻底失去了曾经的灵力。这是如真绝对不能接受的。他当即按了2下喇叭，2辆黑车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。从车上下来的黑衣人更是一言不发，直接架起成天便塞进了车里。而如真也拨通了会长的电话。 네 아버님, 태용이 곧 집에 도착할 거예요. 画面一转，成天被人8抬大轿般抬进了山庄。财阀会长也就是他的父亲，正一脸严肃地翘首期盼。 아버지, 서재로 와. 当初会长用20%的股份为儿子换到一个机会，如今却仿佛已是大错特错。但他还坚信儿子会给他一个惊喜，所以私下里他问成天到底想干嘛。谁知成天依旧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完全没有露出半点破绽。 내가 잘못 생각했구나. 널 너무 과대평가했어. 나가봐. 但就在成天转身即将离开时，他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转头对会长父亲说： 싫은데요. 저도 하고 싶은 말은 해야죠. 昨天还只知纵情享乐的纨绔子弟，今天却西装笔挺地站在停机坪上，
向手下下达了最后的指令。 지금이야. 내 집회. 刹那间，数兆亿资金迅速入市，开始疯狂收购财阀集团的股份，甚至让早已跌停的指数一度翻红。最终在收购了近22%的散户股份后，指数才终于稳定了下来。不过，亲手让公司股票跌停的人，也正是财阀的独生子黄泰勇。作为顶级财阀唯一的继承人，他奢侈糜烂的私生活早已被媒体多次曝光，直到今天早晨突然爆出重磅炸弹，某财阀继承人涉嫌吃面粉被抓，这才导致集团公司的股价一泻千里。这则消息让财阀会长失望透顶，没想到自己拼尽全力培养的儿子，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。但会长刚要下达就是计划时，助理却突然接到了手下的汇报。 무슨 일이야? 누군가 도시 나이텍 주식을 대량 매집하고 있다고 합니다. 这明显是在抢夺经营权。开始时，会长以为是小舅子所为，毕竟当年因媒体大亨案，小舅子抢走了儿子20%的股份，如今再加上这22%的股份，他这会长之职将彻底易主。但明天就是年度董事会，不出意外，小舅子已经是副董事长无疑，根本没必要冒此风险。这时，会长突然想到前几天儿子说的话： 하고 싶은 말은 해야죠. 그래. 이제 딱 일주일만 더 기다려주세요. 아버지를 실망시키지 않을 겁니다. 今天正好是第7天，会长当即开始欣慰的大笑，甚至差点老泪纵横。相信对于一个父亲而言，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。 긴급회의 필요 없겠어. 네? 다 취소해. 第2天，年度董事会如期召开，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会议才刚开始，会长的助理却突然提议卸任小舅子的一切职务，这无疑是会长的意思。所有董事瞬间乱作一团，但小舅子却并不慌张，甚至试图用外甥的事安于会长公司不分。不过接他话的却并不是会长。 결격사연 따로 있습니다. 一直让会长遭人诟病的儿子，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昂首挺胸地走到会长父亲身边，甚至还带来了舅舅10年来中饱私囊的所有证据，其金额甚至高达数千亿。但作为坏人，舅舅肯定不能轻易服输，他不但当场反驳了所有指控，甚至扬言没有股份的外甥根本没资格在董事会发言。但会长却自豪地说出开会以来的第一句话： 자격이 있어. 해임대 서대표 대신에 황태영 모스트랩 대표이십니다. 这种身份瞬间震惊了现场所有人，而会长也十分谦虚地继续补刀。 내 아들 황태용이 아니라 모스트랩 대표 황태용이면 우리 도신하이텍 사장으로 충분한 자격이 있다고 보는데 최종 의결은 여러분들께 맡기겠습니다. 不甘心服输的舅舅当即便试图用媒体大亨案威胁泰勇，谁知泰勇却气定神闲地告诉他，自己不但凭实力拿回被抢走的20%股份，甚至还多得到一丢丢。现在就算父亲碍于亲情不会把他送进监狱，但是 난 아버지랑 달라. 서준태, 넌 이제 끝이야. 果然，最终的结果是全票通过，将舅舅立即逐出公司，而泰勇也第一次以同等的身份站到了父亲面前。 이렇게 돌아오다니 자랑스럽구나. 但在会长为儿子骄傲的鼓掌后，却又将手转向了儿子的贴身保镖。 그런데 장 비서, 자넨 끝까지 날 속였네. 没错，作为父亲安排保护监视儿子的保镖，他竟然完全被儿子收服。看样子以后他不需要再支付工资了，毕竟他已有了新的老板。 잘해. 감사합니다, 회장님. 其实儿子能完美的骗过众人，全靠保镖为他身先士卒，因为他几乎全部的绯闻女友都是由保镖扮演，甚至在确定有人跟踪后，儿子还会临时加戏，当场留下更多的滥情证据。不过作为保镖却十分委屈。 아니 근데 갑자기 키스를 하시면 어떡해 오빠. 아니 도련님. 미안해, 저 시간 없으니까 회의부터 시작할까요? 좋겠습니다. 言归正传，泰勇这边虽然完美的扮猪吃掉了老虎，但老虎却并不甘心失败，他当场便给媒体大亨的女儿，也是成天的前女友打去电话，不但将泰勇那晚去过他家的事告知，甚至将泰勇身上有他父亲血迹的事也全盘托出。所以当泰勇带着保镖潇洒的离去时，前女友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此刻泰勇的未婚妻吴如珍也正带着花篮准备找未婚夫庆祝，结果也恰好看到了他们2人在一起的画面。 能偷取他人父母的金汤匙有个致命的漏洞，那就是任何人只要用它吃一口饭，就能瞬间获得汤匙主人的所有记忆。而这也是吴如珍控制成天的最后手段。但从2人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始，他冰冷的内心便已被成天逐渐融化，所以他一度认为这辈子都不会用到这个杀手锏。特别是在2人订婚那天，因为真父的公司连含500强都不算，他们能攀上财阀这棵大树一直遭人诟病，甚至成天的继母也会守着他的面，说2人根本就门不当户不对。就算是论身材样貌， 他也实在是太过普通。面对这种赤果果的歧视，虽然如真十分愤怒，却又无力反驳。但就当他委屈到即将崩溃时，
程天竟突然出言袒护。 어머니, 여진이 제가 선택한 사람입니다. 그리고 지난 10년간 절 믿어주고 도와준 사람이에요. 그 이유면 충분하지 않나요? 简单的几句话，甚至能让会长投来赞许的目光，更何况是如真。等他再看程天时，眼中早已布满了小星星。就算是只能跟在身后，眼中也只容得下他一人。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快步上前，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了程天，再趴在他耳边轻声说道：“너 은근히 사람 감동시킨다。”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程天不但一把将他拽开，还称二人只是利益关系，他袒护合作伙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 조심히 가. 程天的话让如真如梦初醒，自己这种为钱出卖父母的人，怎么配得到真爱？直到他再次撞见程天和前女友的相遇。不过好在此刻的他们早已年近30，前女友不会再冲动地去质问父亲去世的真相，反而以采访为由试图迂回接近，而程天也不会脑瓜一热便答应前女友的所有要求，当场就拒绝了他的采访。如真更是在生气也不会丢掉自己的骄傲，不但当场宣示自己的主权，甚至还帮程天成功解围。 나까지 속이면서 연기하고 멋있게 돌아왔으니까 용서해줄게. 这是如真全片里第一次笑，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笑，因为很快他便得知程天竟真的答应了前女友的采访。为此他甚至彻底丢弃了自己的骄傲，想要手撕前女友，但智商和体魄永远不会同时眷顾一个人，所以结果反而是他自讨其辱。这边行不通，他又去找程天，让他不要借接受采访的机会，想与前女友再续前缘。谁知程天却以知彼知己才能有所防备为由，试图自欺欺人。没办法，如真只能给出最后的警告。 네 금수저 내가 갖고 있잖아. 나중에 후회하고 싶지 않은 방송 당장 때려치는 게 좋을 거야. 但程天还不知道金汤匙的漏洞，所以他压根没把如真的话当回事，不但偷着请前女友去老地方吃饭，还将采访的地方选在了家里。而这些事也很快便被如真知道。 내 말 안 듣네? 좋아. 네가 이렇게 나온다면. 他当即约泰勇单独吃饭，再拿出李承天的金汤匙，亲手递给着真的黄泰勇。 먹자. 妻子愤怒地闯进丈夫的办公室，完全不顾正在进行的重要会议，直接便让所有人都出去。但作为顶级财阀的会长，丈夫不想家丑外扬，谁知妻子却直接让他闭嘴，甚至扬言今天不把事解决，谁都不好过。手下见状，赶忙起身回避，但男人的威望已彻底跌至谷底。不过好在他还能坚守住自己的风度，并未立即问责妻子，但妻子却依旧不依不饶，甚至扬言如果不让小舅子回公司任职，他将立即离婚分走一半不动产。但让妻子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丈夫听后不但没有半点波澜，反而道出了今天的真相。 네 아들이라서. 这句话犹如五雷轰顶，让妻子瞬间瞪大双眼，不知所措。她一直认为这是无人知晓的秘密，谁知丈夫竟一清二楚。这不但让她嚣张的气焰瞬间熄灭，甚至彻底沦为对方的玩物。 네가 있어야 준태도 있는 거야. 妻子这才明白，他们以为天衣无缝的篡夺计划，原来只是自以为是。不过同样自以为是的还有程天，他用一把金汤匙偷换了黄泰勇的父亲后，又在董事会上获得了父亲的认可，结果让他的信心开始空前膨胀，甚至当场放出豪言。 아버지를 이겨야 돼. 于是当会长做出重要决策后，他不但在媒体前公然唱反调，甚至在会长要求他做出解释时，称有重要的行程拒绝前往。 중요한 일정. 네. 而程天所说的重要行程，竟是为生父母过结婚纪念日，顺路给变成穷小子的黄泰勇介绍工作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最先抵达餐馆的竟是会长。 부대표 만나러 왔다가 네가 친구랑 있다고 해서 들렸는데 이승천이구나. 所以等他的生父母来时，映入眼帘的竟是传说中的人物。 대박. 화면도다. 오랜만에 뵙습니다. 这还是两家人首次同桌吃饭，虽然双方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，但在吃饭前还算是其乐融融。不过开始吃饭后，程天竟和生父有着完全相同的饮食习惯，他们都会先将辣椒挑出，也都会先喝菜汤润喉。这种细节被姐姐当众揭穿后，会长当场便露出了不悦的神情。他后面的话也开始盛气凌人，甚至完全丢掉了往日假礼貌的面具，处处开始羞辱程天没钱的生父。这也导致姐姐和泰勇当场便口吐芬芳。不过好在母亲及时道歉圆场，这才没让这顿饭不欢而散。 但守着自己的面羞辱生父母，也让程天十分不满。刚回到家便开始大吼大叫，甚至质问父亲为什么要对无名小卒如此苛刻。谁知会长却凶狠地说出送他出国的真正目的。 그 가짜는 동정심. 그거 버리라고 보낸 거야.
会长甚至直言告诉成天，如果想继承自己的商业帝国，那么就必须收起同情心，否则 날 화나게 하지 말고. 就这样，昨天还父慈子孝的二人，今天便如同水火。成天更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，而这一幕恰巧被继母看到。只是此刻的她却没有了往日的阴阳怪气，反而柔情似水地试图抚慰丈夫。谁知会长却根本不领情，反而告诉他不必担心，他不会将真相告诉小舅子的。但妻子却突然问他，难道不想知道小舅子的生父是谁吗？不料会长却面无表情地称自己毫无兴趣。不过当他走后，妻子却突然说出一句饱含深意的话： 그래, 관심 없는 게 좋을 거야. 另一边，成天依旧我行我素，不但同意了前女友的采访请求，甚至同意在家里采访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切都是前女友的阴谋。因为上次来时，他便偷着将遥控器模样的摄像头放到保险箱的正对面，最终获得了保险箱的密码。只是让前女友难以理解的是，密码竟是他和李承天二人的生日组合。更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当他打开保险箱，里面竟全是他父亲去世的调查档案，甚至还有他送给李承天的定情信物。恰巧此时真承天出现在他身后。 뭐 하는 거야? 既然被抓现行，前女友也不再虚情假意，当场便质问他为什么要偷着调查父亲去世的真相，甚至还拥有这本书，这本他送给李承天的解忧之书。 이건 내가 승천이한테 준 건데 왜 네가 갖고 있냐고. 富二代愤怒地闯进未婚妻的房间，不但对她精心挑选的睡衣完全视而不见，还质问她发的照片是什么意思。见此情景，未婚妻也不再柔情似水，直接将金汤匙的漏洞倾囊相告。 누군가 네 금수저로 밥을 먹게 된다면 그 사람은 너의 모든 기억을 알게 돼. 这句话让成天瞬间汗毛炸起，毕竟他的确用汤匙互换了泰勇的父亲，如果被真泰勇知道，他将彻底失去眼前的一切，甚至变成过街老鼠。但如真并没真的鱼死网破，他只是让真泰勇摆拍了几张照片，想借此威胁成天。但他千不该万不该提成天的前女友，结果反让成天瞬间炸毛，甚至开始反威胁，称如果敢让前女友知道，他不但会让他彻底失去成为财阀儿媳的机会，还会让他连白富美也没得做。不过前女友也同样是如真的逆鳞，毕竟没人乐意未婚夫还爱着前女友。 내가 네 금수저를 갖고 있는 한 난 갑이고 넌 의리야 동업자 아니라고. 没错，既然不能让他小鸟依人，那么就向他俯首称臣，绝不做拥有安全距离的合作伙伴。这就是如真的想法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成天仅用一句话，便让他武装到牙齿的荆棘瞬间土崩瓦解。 난 또 네가 나 좋아하는 줄 알고 걱정했다 야. 그래 알겠어. 앞으로는 을답게 행동할게. 目的达到了，如真却并没感到满足，反而是满满的委屈。不过成天说话确实算话，第二天便来到如真的公司，守着所有员工的面大秀恩爱，不但给他送来最喜欢的茶点，还给他的员工带来了丰富的加餐。 뇌물입니다. 简单的举动瞬间让员工满是羡慕，也让如真再次变得柔情似水。但明知这是作秀的如真却依旧心满意足，再次化身伊人的小鸟，嗔怪成天来之前没有提前告知。谁知成天却大煞风景地提醒他，自己只是听话扮演一个好未婚夫而已。但如真听后却并没生气，反而称预约了一家不错的餐厅，想要他共进晚餐。但成天却在看到此地没有监控后，不但冷着张脸直接拒绝，甚至转身大踏步地离去。 내가 얼마나 힘들게 예약했는데. 분자식. 其实成天今晚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那就是陪前女友查找父亲去世的真相，甚至因为查到太晚，不小心睡在了前女友的肩上。等第二天前女友醒来，成天早已为她做好了满满一桌子的早餐，但还没等二人开始吃饭，却突然传来敲门声。开门一看，竟然是被互换身份的真泰勇。就这样，本来二人温馨的早餐，瞬间变成了三人的尴尬现场。不过还好如真没有出现，否则肯定会鸡飞狗跳。但三人才刚开始吃饭，金色的勺子却让泰勇突然想到金汤匙，当场便问成天金汤匙是否还留着。这句话让心虚的成天瞬间如芒在背，再也没有继续吃下去的胃口，直接借口逃离了这里。但他慌张的神情却成功让泰勇察觉到了异常，因为他最近在家中找到一个日记本，里面不但详细记载着金汤匙的功效，甚至还写有李承天和黄泰勇互换的字样。再联想到自己莫名其妙会弹钢琴会说法语，泰勇瞬间摸到了真相的边缘。当天他便来到成天的办公室，直接质问他关于金汤匙的事，甚至还拿出日记本对成天开始咄咄逼人。而心虚的成天也根本无力招架，眼看他即将放弃抵抗，坦白一切，如真突然大踏步的出现。 얘가 황태웅이 아니면 이승천 네가 황태웅이라도 된다는 거야? 정말 재밌는 얘기네. 这还是四人第一次同框出现，但此刻的如真却已没有了白天的柔情似水，反而变得尖酸刻薄，犹如一只浑身长满荆棘的刺猬，句句扎心，句句讽刺，直接将泰勇损得体无完肤，最终彻底断了他对成天的怀疑。 그만해. 미안하다. 내가 잠깐 정신이 나갔었나 봐.
但让如真和成天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刚打算安稳做穷小子的太勇，却突然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滚来的水晶球。当他捡起的瞬间，一个老婆婆的声音突然传来：“금수저 사세요, 금수저. 부자가 되는 금수저." 这个女孩真是天真的可怕，竟在男人面前刻意露出自己的笑脸 T 恤，甚至讽刺他的外号曾是微笑先生。但他哪里知道，这个外号正是男人不可触碰的逆鳞。 함부로 미스터 스마일이라고 짓거렸다간 뼈도 못 치렀다고. 但男人还没来得及教训他，成天突然从身后出现。 당장 그 속 놔. 은감 죽어. 面对这个夺走他一切的外甥，舅舅只能假装暂时服软。等成天彻底放松后，他开始迅速反击。毕竟外甥平时都有保镖保护，这次机会难得，他不再犹豫，直接下死手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前女友阿朱竟随身携带电击枪，仅一下便彻底扭转战局。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溜之大吉。但得罪微笑先生的人怎可能善终？当晚他便偷偷潜入阿朱的家，蹑手蹑脚地走到床前，结果却发现床上根本没有人。但就在他想找地方埋伏时，却突然发现桌子上有一叠厚厚的资料，打开一看，竟全是对他的调查报告。 이것들 봐라. 공부 많이 했네. 很快阿朱下班回家，却突然发现门锁有动过的痕迹，他当即开始警惕地四处张望，但他却根本没注意到，戴着手套的舅舅已从身后缓慢出现。 还好电话来得及时，否则阿朱可能已经命丧黄泉。没办法，舅舅只能暂时让他多活几天。얼른 올라와. 这个电话正是成天打来的，因为今晚他要帮前女友一起查找父亲去世的真相。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他们三人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财阀会长的监视之下。所以当会长得知小舅子又开始动他的儿子时，凶狠的眼神一闪而过。 가만히 있을 놈이 아니지. 第二天，会长便只身一人来到小舅子家，手里还拿着一包厚厚的资料。 오랜만이야, 천아. 왜요? 혼자 있는 거야? 与此同时，阿朱那边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。通过查找海量的历史监控，他终于发现父亲被害那晚，不只有泰勇去过他家，还有小舅子也在他家附近出现过。带着这种重大发现，阿朱立马来到警局，以亲属的身份要求重启父亲被害案的调查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案件还没开始调查，却突然爆出了重大新闻。 서준태 전 도신하이텍 대표가 2012년 UBS 나상국 회장을 살해했다고 경찰의 자수에 충격을 주고 있습니다. 서준태 전 도신하이텍 대표의 구체적인 범행 동기는 밝혀지지 않았으며 用这把金汤勺吃3顿饭就能偷取别人的父母，穷小子已用它吃了财阀家1顿饭，还差最后2顿就能成为财阀家的儿子。但财阀的儿子却仿佛知道一样，严禁管家给穷小子任何食物，就算是热水也不行。不过儿子越不让做的事，继母就越想去做。 哪怕他根本不知道原因。不过看到穷小子拿出金汤匙后，继母直接露出了吃惊的神情。또 그 수저가 된 거야? 没错，在继母的记忆里，穷小子已用金汤匙吃过4次，但前3次其实并不是他，而是财阀如今的儿子李承天。但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穷小子才吃了2口，财阀会长却突然去而复返。 아버지 잘 계시니? 这种情况让继母很失望，因为会长最讨厌穷人来家中蹭饭。 所以这顿饭可能要无疾而终，但同样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会长并未阻止泰勇吃饭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手中的金汤匙，若有所思。最终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泰勇终于完成了第2顿饭。但泰勇前脚刚走，会长便立马给儿子打去电话，不但将泰勇来家吃饭的事告知，还着重强调已吃过了2顿。这时成天才终于意识到，房是不可能防住的，只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태용아， 승천이가 전화를 안 받아서. 再次回到曾经的家，见到生母，成天顿时感慨万千。他毕竟在这里生活了18年，但现在还不是伤悲春秋的时候。他赶忙趁着生母做饭的空隙，迅速来到泰勇的房间，开始疯狂的翻找。最终在角落里找到了泰勇的金汤匙，不再犹豫，他赶忙从怀里掏出一柄假勺子，从根源上彻底斩断了被换回的命运。不过他才刚回到客厅，泰勇也恰巧回来，但2人此刻已是心照不宣。成天更是主动邀请他来家中吃饭，想让他彻底丢掉怀疑他的念头。 不知真相的泰勇也欣然同意。그래。第2天，泰勇如约而至，成天也为他准备了丰盛的大餐。但表面融洽的气氛，却在金汤匙出现的瞬间，火药味开始迅速弥漫。 그 금수저를 쓴다는 건 네 부모를 버리는 건데 괜찮겠어? 부모를 버린 건 너지. 난 내 자리로 돌아갈 뿐이야. 话不投机半句多，2人不再多言，直接准备进入正题。成天也忍不住露出底气十足的笑容，这便让泰勇瞬间目眦尽裂。
不再犹豫，直接拿起汤匙准备干饭。但就在饭即将放入口中的瞬间，他却突然停住了，同时手开始止不住的站立，内心也开始疯狂的挣扎。最终在挣扎完的瞬间，他放下了金汤匙，并迅速将其放入河中，仿佛再晚1秒他便会追悔莫及。最终在成天震惊的神情中，他大踏步的离去。 너 뭐야? 왜 안 먹어? 왜 안 먹고 그냥 가? 그 나이 나쁜 자식아! 빨리 가서 먹어. 먹으라고! 네가 뭔데 안 먹어? 먹고 황태용 되란 말이야. 가서 먹어. 싫어! 안 먹겠다고! 먹겠다고 왔잖아. 왔으면 먹어야지. 왜 안 먹고 그냥 가 이 새끼야! 就是这一拳，让剑拔弩张的二人瞬间冷静下来。泰勇也终于想明白自己想要的东西。 이승찬! 그렇게 정동원이 버리고 황태용 되니까 좋냐? 그 대단한 황태용 너 가져. 난 이승천으로 살 테니까. 这些话对成天来说无疑是最大的羞辱。当初他为钱抛弃了父母，自责的同时，他一直在自欺欺人，认为所有人都会这样选择。但就算知道了所有真相，就算生活处处窘迫，泰勇依旧坚定地选择了亲情，彻底粉碎了他的自欺欺人。昏黄的灯光下，如真终于找到了正在借酒浇愁的成天，二人也第一次说出了彼此的真心话。 나 졌다. 황태용한테 난 안 돼. 不过，具有同样经历的如真也说出了他选成天去互换身份的理由。 난 네가 있어서 나랑 똑같은 네가 있어서 외롭지 않았어. 세상 모든 사람들이 다 욕해도 상관없어. 난 너만 있으면 돼. 너도 내 생각만 해주면 안 돼? 우린 이제 돌아갈 데가 없는 사람들이잖아. 话都被说得如此直白，再加上酒精和灯光的作用，成天再不做点什么就太不像话了。不过离开昏黄的灯光后，成天却突然惊醒。 여진아, 이건 아니야. 미안해. 说完，成天便迅速的起身离开，只留下如真一人面对着冰冷的房间。但成天并不是回家洗冷水澡，而是来到了前女友家。 황태용. 更过分的是，他竟将刚才的浓烈全部倾泻到前女友身上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前女友竟问出一个瞬间让他汗毛炸起的问题： 너 승천이야? 虽然不知道前女友是如何得知的，但现在还不是坦诚的时候。成天不再多言，迅速的逃离了这里。往后的日子，他们并没产生太多交集，直到成天的生日当天，成天再次在家中见到了泰勇。 이승천. 仿佛是命中注定，泰勇也是同天的生日。但就在二人见面的瞬间，成天突然想起了巫婆的话。 생일날 친부모를 만나면 원래 자신으로 돌아간단다. 想到这里，成天不敢再多说废话，赶忙要将泰勇拽走。谁知就在这时，会长突然出现。 누가 찾아온 건가? 아버지. 没办法，此刻已经避无可避，成天也彻底放弃了抵抗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父亲竟对泰勇说： 역시 너였구나, 이승천. 竟没换回身份，难道是他记错了生日，还是巫婆在危言耸听？如今的情况让成天彻底一头雾水。但是下一秒， 승철아. 아, 태영이 생일이라고 승천이 엄마가 만두를 줬는데 너 이거 두고 가면 어떡해? 자, 승천아. 富二代才刚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未婚妻上来就是一巴掌，还抱怨他昨晚将他一个人丢在酒店，这让富二代瞬间一头雾水。今早他才刚从穷小子变回富二代的身份，结果刚走到公司门口就被人丢臭鸡蛋，甚至还有人敢敲他黑棍。好不容易回到办公室，未婚妻却又说了一堆奇怪的话。不过他的反应让如真立马察觉出异常，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。 황태용? 너 태용이구나. 原来成天用金汤匙偷换泰勇的父亲后，一直推进集团公司改革的事，其中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。今天又正好是改革的关键时刻，但同样也是他和泰勇的生日。结果他还没来得及去公司，就被送餐的生父当场撞见，二人的身份也瞬间换回。 자, 승천아. 생일날 친부모를 만나면 원래 자신으로 돌아간단다. 如真发现真相后，立马给成天打去电话，嗔怪他为什么那么不小心见到生父母。而成天也赶忙向他这个过来人求助，毕竟他还舍不得有钱人的生活。但此刻的他却将昨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 여진아, 이건 아니야. 미안해. 这种事女孩都不可能轻易原谅。 너 벌 받은 거야. 어제 네가 나한테 한 짓 때문에 벌 받은 거라고. 不过说归说，如真还真舍不得成天，但他偷换身份后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换回。
但为了能帮成天换回身份，他甚至舔着老脸来到财阀家，向一直瞧不起他的财阀妻子低声下气，趁机打听会长的感情史。结果还真被他得到了重要的情报。 그 여자 미친 여자였어. 회장님 친구랑 바람이 났는데 이혼 안 해준다고 미쳐 날뛰다가 죽었어. 但让如真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这边还在努力的想办法，成天那边却早已开始你侬我侬，陪着前女友在海边嬉戏，甚至在看到如真的电话后，想也不想直接挂断。但就在如真焦急万分时，真泰勇却突然打来电话，不但告诉他成天已和前女友去海边度假，还张口便要解除婚约，称只有解除婚约后，他才能正大光明地阻止前女友和成天在一起。自己的豪门儿媳梦即将破碎，但他最先关注的点却不是这个。 이승천 바다를 가? 그래서 내 전화 안 받은 거구나. 他立马驱车前往成天家，本想去兴师问罪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心态竟再次发生变化。 네가 나주희랑 어디서 뭘 하든 난 상관 안 해. 잘못했다고만 하면 난 용서해 줄 수 있어. 다 용서할 수 있어.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映入眼帘的竟是他们二人之间的亲热。好吧，母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母猫吗？财阀会长果然用过金汤匙。从穷小子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，他便早已心知肚明，但他却并没阻止，反而亲手助穷小子完成了互换。同时，他对金汤匙的规则也了如指掌。 所以在见到成天的生父突然出现在家中后，他便知道眼前的儿子又变回了真泰勇。不过这次的互换太过突然，他们二人的手机还没来得及调换，成天只能刻意弄掉泰勇的手机，趁机将其调换，并在还手机时千叮万嘱。 아버지가 아니 회장님이 물적 분할한다고 하실 거야. 무조건 알겠다고만 해. 不过泰勇能理解的话，会长也就没必要换掉他。所以泰勇最终不但当场顶撞了会长，还胆大包天的嘲弄会长的小习惯。 손가락 까딱까딱하는 거 있잖아요. 그거 좀 안 하면 안 될까요? 되게 신경 쓰이네요. 不过一向心狠手辣的会长竟没露出半点愤怒，反而十分淡然的一笑置之。泰勇之所以突然对父亲这么反感，因为他终于想起了阿朱父亲被害那晚发生的事。原来那晚他曾短暂的离开过阿朱家，但为了将事情问清楚，他却再次折返，结果却看到朱父已经倒在血泊之中。从小对血的恐惧让他瞬间瘫软在地，呼吸困难。但就在他晕倒的前一秒，他还是看到了凶手的模样，他的父亲财阀会长黄贤道。 문경, 나 부탁이 하나 있어. 同时，会长为了让阿朱不再追查此案，他直接找到一直惹是生非的小舅子，用16年前国外的枪杀案威胁，逼他去当替罪羊。毕竟那起枪杀案的凶手本来就是小舅子，而他却将其嫁祸到泰勇身上。会长甚至为了断掉他的侥幸心理，还拿出了当年他使用过的凶器。 네 지문도 다 그대로 남아있지. 말도 안 돼. 그럴 리가 없는데. 내용이 다 없앴잖아요. 없애기도 하고 다시 만들기도 하고. 但真正让会长不追究泰勇放肆的原因，是因为今晚是个重要的时刻。为此，他还来到藏有金汤匙的博物馆，看着挂钟陷入了沉思。与此同时，重新变成穷小子的成天也如约来到巫婆的摊位前，前女友早已等候多时。 여기 맞지? 금수저 할머니가 있던 곳. 没错，当时就是他将不能生日当天见到父母的信亲手交到成天的手上。同时，他还记得金汤匙使用者有3次使用机会，1个月、1年、10年，所以他约成天来这里就是要留住他。 우리 마지막 기회 얼마 안 남은 거 맞지? 부탁인데 승천아, 제발 황태영이 되지 말아줘. 这让成天瞬间陷入两难境地，但冥冥之中却仿佛根本无需他去选择。随着博物馆挂钟的响起，前女友瞬间呆在原地。 왜 그래? 주희야. 난 분명히 승천이랑 있었는데 황태영 네가 여기 있어? 这是韩国的总统府青瓦台，今天所有秘书处的成员全部严阵以待，却只为迎接一个商人财阀会长黄贤道。跨过富丽堂皇的走廊，他们最终来到一处会议室，所有政要全部起身迎接，但会长却仅和守卫的总理交际。就算是总统亲临，他也仅需行半头礼，但总统却要满脸堆笑，哪怕看到他私带儿子参加会议，也只能舔着老脸强夸一番。不过谁能想到，这个青瓦台的座上宾，昨天还生活在破旧的地下室，却在午夜钟声响起的瞬间，突然变成了财阀的独生子。 생일날 하루만 바뀌는 거였나 봐. 原来穷小子用一把金汤匙互换了财阀儿子的身份，却在生日当天不小心见到生父，重新变回了穷小子。不过好在互换身份仅持续了1天，但当务之急是赶紧将真泰勇救出财阀家。 이게 어떻게 된 거야? 내가 왜 여기 있어? 도대체 무슨 일이 있었던 거야? 어제 넌 다시 황태영이 됐었어.
事到如今，成天也没必要隐瞒，当场便将所有事情倾囊相告，甚至还将会长并非他生父的事也和盘托出。但就在二人想更深入探讨时，会长却恰好回来。 이 시간에 너희들이 무슨 일이냐? 成天还想说谎搪塞，谁知会长却根本不想继续这个话题，反而在送走泰永后，说出一番意味深长的话。 이렇게 널 보니 좋구나. 没错，会长也是用金汤匙互换的身份，所以对比真会长的亲生儿子泰永，他更喜欢有能力的成天。 그래. 제자리로 잘 돌아왔어. 但会长也知道成天还眷恋着亲情和爱情，所以他十分担心他会放弃财富。于是为了让成天坚定选择，他不但将继承权彻底交付，还带他去见识权力的中心青瓦台，甚至将小舅子抢走的20%股份也全数追回。但他却忘了做人留一线的原则，并未遵守诺言将小舅子从监狱中捞出，结果成功为自己多树立一个死路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小舅子便因斗殴受了重伤，当天就被转往附近的医院救治，并赶在姐姐探视前逃出了医院。但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小舅子逃出升天做的第一个事，竟是给姐夫打去电话。꺼내주겠다고했잖아요.도신을没错，当初真泰永胆小懦弱，会长才会许诺小舅子继承权。如今成天互换了泰永的身份，卓越的才干和雷厉风行的手段，让会长万分满意，所以他送出了压垮小舅子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지금 네 모습을 봐봐. 넌 한 달도 못 돼서 뛰쳐나왔지. 태용이는 10년을 기다렸어. 그 이유 하나만으로도 태용이는 그 애는 내 후계자가 될 자격이 충분히 있어. 说完，会长甚至直接挂断了电话，而成天也恰好从公司出来。但此刻他还不知大难将至，甚至为了去赴生父的约将保镖之走，最终只身一人从舅舅面前大摇大摆地走过。很快，成天来到同生父约好的餐馆。 但此刻的生父却有点局促尴尬，因为他已经用过成天的金汤匙，知道了成天互换身份的所有秘密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被成天嫌弃的未婚妻吴如珍。那晚，他在看到成天和前女友拥吻后，一气之下将成天的金汤匙交给了生父，结果生父才吃了一口饭，便获得了成天的所有记忆。无论是儿子因贫穷而遭受的屈辱，还是因财富而出卖的良心，甚至还有泰永义无反顾选择他们的场景。 所有事情全部一股脑地出现在生父的脑海，最终让他的情绪彻底崩溃。但这一切如真却并没告诉成天，因为成天能换回身份，最高兴的人就是他。但就在他第一时间将他抱住时，成天再一次无情地拽开他的胳膊，但这一次却并没丢开他的手，反而温柔地称有话要说。听到这话，如真立马猜到他想说什么，所以他拼命想撵成天出去。但成天这次是铁了心，最终还是给他颁发了杰出贡献奖。 내가 힘들 때 내 옆에 있어준 네가 너무 고마웠어. 그리고 널 사랑하고 싶었어. 진심으로. 근데 그만 헤어지자, 여준아. 但如真从来不是轻易言弃的人，他当场便将情绪无情地发泄。谁知成天竟再次为他颁出好人奖。 난 너 믿어. 오여진은 아니 정나란 생각보다 마음이 여린 애잖아. 절대 그렇게는 안 할 거라고. 不过好人奖果然管用，如真当场便陷入自责当中，连妆也顾不得补，迅速来到生父的小吃店。但已经看到成天记忆的生父，却以金汤匙丢了为由不想归还。 버렸다고요? 没办法，如真只能悻悻地离去，而成天的生父却最终还是没忍住，将成天单独约了出来。但还没等二人说几句话，成天却突然接到了舅舅的电话，来不及多想，他赶忙来到了走廊上。 너 어떻게 나왔어? 어떻게 나온 게 뭐가 중요해? 왜 나왔는가가 중요하지. 面对这个夺走自己一切的侄子，舅舅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。但就在他即将动手时，生父突然及时出现，替成天挡下了这结结实实的一下。见势不妙，舅舅不再恋战，迅速逃离现场，但生父却彻底倒在了血泊之中。승천아，弥留之际也没必要再隐瞒，父子二人彻底坦诚相待，最终在彼此的道歉中，生父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小舅子果然是财阀会长的亲儿子，但此事会长却并不知道，所以他不但亲手把小舅子坑进监狱，还在他越狱杀害成天的生父后，又立马制定出弃居保帅的计划。最终在成天找舅舅报杀父之仇，反而差点被反杀时，会长终于及时赶到。不过当成天想要把舅舅交给警察时，他却反让人将其架了出去，然后又把枪放到小舅子触手可及的地方。这其实正是会长想要的结果，因为只有处于劣势之人说出的话才最有说服力。 네 인생을 망친 건 내가 아니라 네 엄마 때문이겠지. 엄마? 네 진짜 엄마는 서영신, 네 누나야.
这句话宛如五雷轰顶，瞬间便将仇恨转移出去。所以当姐姐正在楼下表演钢琴时，弟弟拿着枪突然出现在会场。但此刻的姐姐却不知大难将至，还在忘情的演奏。直到听到众人的喧闹声后，她才发现弟弟已经在眼前，而弟弟也当众问出了那个致命的问题。누나가 엄마였어? 这句话让现场瞬间哗然，所有人立马竖起耳朵准备吃瓜。所以姐姐根本不可能承认，当场便以弟弟最近总出现幻觉为由，试图将真相掩盖，甚至在弟弟咄咄逼人时，反手就给了他一耳光。而这一下也终于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危险一出，所有吃瓜群众顿时作鸟兽散，顷刻间会场内便只剩他们母子二人。姐姐也终于开始向他坦白真相，但一切都晚了。当唯一信任的人却是骗自己最深的人时，最残忍的报复无疑是伤害他最爱的人。태야, 엄마, 지옥에서 살아. 除掉了这颗不定时炸弹，会长还在沾沾自喜，但他却根本不知道，从此以后妻子天天抱着一个人的相片以泪洗面，而这人正是财阀会长的好友全耀涵。 우리 준태 나 때문에 죽은 거 아니지? 但让妻子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早在20年前，全耀涵便用一把金汤匙互换了财阀会长的身份，变成她如今的丈夫黄贤道。 연우야, 결국 네가 진 거네. 昨天还父慈子孝的二人，今天却已兵戎相见，而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这把金汤匙。开始时，成天认为是会长替他报了杀生父之仇，所以对其充满感激，不但主动请父亲吃饭，还将地方选在他曾打工的便利店，妄想用穷人吃的饭团唤起父亲的良心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会长对钱的执念早已根深蒂固，结果不但未劝动父亲分毫，反而被给出最后的通牒。 네 생각을 방해하고 어지럽히는 거 그게 뭐든 내가 용납 못해. 但此刻成天还无法理解这话的含义，直到他将真泰勇约至小河边，在归还对方的金汤匙后，泰勇也归还了他的金汤匙，最终二人彻底和解。而这一幕也很快被传到会长手中，担心成天再换回身份，更担心泰勇来家中偷吃，会长终于决定对泰勇下手。 그렇다면야 별 수 없지. 돌아갈 자리를 없애는 수밖에. 当天晚上，泰勇便被人跟踪，但对方的目的却不仅是跟踪，而是绑架。不过好在成天正好去找泰勇，恰巧看到了这一幕，来不及多想，众人飞速向泰勇冲去，保镖更是一个飞身直接踹翻二人，在一个回旋踢瞬间放倒一人，剩下最后一人根本不足为惧，仅用2秒钟便彻底结束了战斗。但对方却有汽车接应，所以最终还是未能生擒绑匪。不过结合最近发生的事，再加上泰勇说生父全耀涵早已自杀，报警的人又是会长。 成天这才摸到真相的边缘，又想到昨天父亲才警告过他，成天最终发现了真相。 권유환이야. 뭐? 방금 그 사람들 부른 것도 나 회장님 죽인 것도 다 권유환이야. 권유환이 금수저를 써서 황현도가 된 거라고. 这种事情太过匪夷所思，不过成天就是这种自以为是的性格，所以他根本不顾前女友的劝阻，立马便要向会长宣战。 태용이까지 치료하다니 가만히 있어서는 안 돼. 成天当即回到办公室，找出父亲曾给他的一些秘密资料，再挑选一些贿赂名单和往来的秘密资金，直接发给了检察厅。不过还没等他做下一步动作，会长却突然约其见面，而见面地点竟是一栋烂尾楼。同时让成天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会长的第一句话竟然就是全耀涵。 잠깐만 거기가 내 친구가 죽은 곳이다. 既然已开门见山，二人也没必要拐弯抹角，当即互相坦诚了身份。 반갑습니다, 권유환 씨. 이렇게 만나는구나, 이승천. 不过面对老奸巨猾的会长，成天还是太嫩，所以在这场看似坦诚的对话中，会长虽承认了杀害全耀涵和阿朱父亲的罪名，说的话却依旧模棱两可。但成天却是坦诚的可怕，甚至在见到检察厅来人后，当即把自己做的所有准备全部坦诚相告。不过会长却并不紧张，反而给出了最后一次机会。 아들아, 넌 날 꼭 닮았어. 내가 아직 널 버리지 않았다. 내 아들로 살아. 但感到胜券在握的成天怎可能答应？当即自信的一口回绝，而会长的态度也立马发生360度转变。 내가 그 사실을 몰랐을 거라고 생각하니? 나회장 피가 묻은 태용이 옷, 아니 네 옷, 내가 검찰에 넘기겠다. 황태웅 씨.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，如果被抓进看守所，成天的命将彻底落在会长手中，所以他绝不能被抓，只要能逃走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他才可能逆风翻盘。特别是他还有一个疯批的未婚妻吴如珍。 虽然自从他生父死后，如珍就陷入深深的自责中，甚至出于愧疚，他最终放弃了当财阀儿媳的执念，主动提出退婚。 조만간 결별 기사 낼 거야. 내가 너 창걸로 할 거다.
不过二人虽然退婚，但以如真的性格和手段，他肯定会成为助成天逆风翻盘的关键。不过为了纪念磕了那么久的二人，让我们欣赏下二人分手的这段原声吧。 그런 일이 생길 줄은 나도 몰랐어. 여진아, 아빠 돌아가신 거 너 때문 아니야. 괜한 자책하지 마. 위로할 거 없어. 나 사실 너한테 실증나기 시작했거든. 정말이야. 그건 거짓말이고 절대로 놓치고 싶지 않았어. 넌 하지만 알아. 우린 여기까지라는 거. 고마웠어. 정말. 말했잖아. 내가 너 찬 거라고. 이런 가짜는 이별의 약수 따위. 내가 해줄 줄 알아? 金汤匙的大结局果然烂尾了，没个20年的血栓根本写不出这种结局，如今只能强压怒火，一口气把大结局写完。如果感觉剧情太过敷衍，请直接把刀片寄给编剧。上集成天由于城府太浅，举报财阀会长不成反被诬陷成杀人犯，但他深知如果进看守所肯定是死路一条，所以他拼命抵抗，最终在保镖的帮助下成功逃脱。但在遍布网络的现代，能逃得了一时，肯定逃不了一世，为今之计只能自证清白。与此同时，巫婆正在等成天来做最后的选择，谁知就在他翘首企盼时，泰勇却拿着金汤匙突然出现。 환불하러요. 나 이거 이제 안 쓸 거거든요. 그러니까 제 돈 3만 원 돌려주세요. 这对巫婆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卖出过无数根勺子，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，但却唯独没遇过退货的。 후회하지 않겠냐? 후회 안 해요. 没办法，巫婆只能极不情愿地将60块退还，同时也在抱怨换爹成功的人从来不会回来还愿，让他一直未能把金汤匙的漏洞告诉他们。这句话让泰勇瞬间惊醒。 황현도 금수저 할머니는 안 만났다는 거지. 他赶忙给成天打去电话，让他务必找到会长的金汤匙，再用汤匙吃一口饭，便可瞬间获得会长的所有记忆，说不定就能找到他行凶的纰漏。事不宜迟，成天赶忙来到博物馆，从秃顶老头手里拿到了会长的金汤匙。因为早在几天前，他便得知父亲喜欢将舍不得丢弃的古董捐给博物馆收藏，但身为通缉犯，他根本无法在外就餐，最终只能来到泰勇家，用这根金汤匙吃下了关键的一口饭。刹那间，会长所有的记忆全部涌入脑海，不但有初次与甄会长相遇的场景，还有用金汤匙换取身份的记忆，更有残忍杀害朱父和甄会长的画面。事不宜迟，他必须尽快找到纰漏。同时，他还给阿朱打去电话，让他务必找到会长杀害甄会长的录像，因为他父亲便是因这个录像丧的命。另一边，在保镖的帮助下，成天轻而易举便潜回家中，谁知却被继母撞了个正着。 네가 여긴 어떻게? 아버지 만나려고요. 못 본 척 해주시죠. 내가 그럴 것 같아? 네. 没错，成天得到会长的所有记忆，其中也包括继母和会长之间的爱恨情仇，所以他十分笃定继母会帮自己。 도와줄게. 내가 뭘 도와주면 돼? 很快，会长回到家中，首先映入眼帘的竟是气定神闲的成天。 자수할 생각이라도 했나 보지. 설마요. 아버지가 스위스 비밀 계좌에 숨겨둔 비자금 제가 좋은 일에 다 썼다는 말씀 드리러 온 건데요. 这种匪夷所思的事，会长怎可能相信？但很快他就接到慈善组织的致谢电话，其捐款金额甚至高达5兆元。与此同时，阿朱那边也终于找到会长杀害甄会长的录像，他当即将录像交给如真，让他在直播中将录像公诸于众。 오늘은 패션 소식 대신 여러분께 무거운 진실 하나를 알려드릴까 합니다. 刹那间，数以万计的人看到了这段录像，并纷纷被凶手是财阀会长而感到震惊，逼不得已，警方只能去抓捕会长。但他们还是晚了一步，因为会长已将成天死死地勒住，他要扼杀所有知道他秘密的人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成天早已想好了对策，装死，在趁会长松懈之时，捡起奖杯，瞬间扭转乾坤。但平时自控力超强的成天，此刻竟欺身而上，准备行凶。就算泰勇及时出现，也无法阻止他的愤怒。原来成天在获得会长记忆的同时，也继承了他的凶残。但与会长不同的是，成天还有家人和朋友，所以在他即将犯错或受伤时，总会有人奋不顾身的阻拦，就算牺牲性命也在所不辞。就是这句震吼让成天瞬间恢复冷静，但会长却并不是个轻易言弃的人，他当即拿起金汤匙便要从后门逃脱，谁知继母却突然拦住了他。 어딜 도망가려고? 最终在继母的阻拦下，会长被赶来的警察成功抓获。但作为杀害朱父的嫌疑人，成天也必须去警局配合调查。
不过他临走前已将凶器藏匿的位置告诉了保镖，所以没过几天，保镖便在一棵树下挖到了会长行凶的凶器。成天最终也成功洗脱嫌疑，和前女友没羞没臊的抱在了一起。而作为疯批美人吴如珍，全集智商都不在线，甚至在成天生死未卜之际，只因小跟班的临时救场，便和他双宿双飞的离去，完全将成天的安危抛诸脑后。不过作为根深蒂固的财阀，其实他们说扳倒就能扳倒的，就算他身在警局内，其触角依旧能布控全局。 그 전에 내가 지시한 일이나 잘 처리해. 알겠습니다. 与此同时，财阀家的一个佣人从口袋中摸出一个针管，再将满满一管不明液体全部注入果汁中。这时恰巧成天和阿朱手拉手准备回家取行李，一个园丁突然飞奔而来，但他却只是汇报一些无关紧要的事，然后再次飞奔离去。简单的插曲并未让二人产生任何怀疑，最终二人在发自内心的微笑中松开了彼此的手。 刚回到房间，成天便立马开始收拾行囊，但那杯果汁却也被佣人送了进来。 도련님 식사하셔야죠. 밥은 됐어요. 그것만 마시고 그냥 갈게요. 不疑有他，成天端起果汁一饮而尽。画面一转，继母和管家准备给成天送行，谁知敲了半天门却没有半点回应。没办法，继母只能推门而入。刹那间，整个山庄乱作一团。阿朱也飞速地向成天的房间冲去，谁知映入眼帘的却是白布裹住的尸体。最终从管家和继母的表情中，阿朱才知道那具尸体就是他的爱人成天。男主殒命，故事仿佛应该在这里结束，但编剧却偏要按一个完美的结局，所以一转眼3年后，风靡全球的金汤匙漫画举行新闻发布会。作为作者泰勇已然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，而作为整个发布会的策划，大编辑阿朱站在人群后，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。与此同时，在电视上观看发布会的母亲和姐姐也一脸的欣慰。오빠 빨리 와 승천이 나온다. 这个被姐姐喊作老公的男人，正是成天当年的保镖。不过同他们拥有完美结局不同，长发披肩的如真此刻已是小跟班的妻子，甚至还育有一个可爱的孩子。而他仿佛也以良心发现，不但将刚出狱的生父接到身边，还让他做了家中的管家。所以当他们夫妇二人外出工作后，老爷便将孩子直接交给了如真的生父。但在他转身的刹那，男人脸上的微笑瞬间消失。 네, 접니다. 돈 갚을 수 있을 것 같아요. 3일만 주십시오. 与此同时，财阀会长黄贤道也终于在舆论逐渐平息的今天，用海量的财富获得了假释，甚至还在媒体面前装作重病缠身的样子。不过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如今的妻子早已今非昔比，在管家的配合下，把当年毒死成天的药在减量后输送到他的嘴中，最终让他永远保持在一个瘫痪的状态。 너무 억울하지는 마. 요한 오빠랑 준태 죽게 안 버리니까. 仿佛觉得这样的惩罚不够严厉，妻子终于将小舅子的身世倾囊相告。 근데 정말 몰랐어? 준태가 요한 오빠 아들인 거? 这里不得不说，虽然大结局遭人诟病，不过此刻会长的演技确实足够炸裂，在全身甚至面部不能动的情况下，仅用眼神和眉毛便演绎出知道真相后的震惊、懊悔、痛苦和心如死灰。到这里，几乎所有主角的结局都已交代清楚，但阿朱却接到一个采访股市天才的任务。据说某个园丁贫苦一生，却会教一些穷人炒股，并且从未失手，堪称奇迹。 저 한성훈 씨? 누구야? 한성훈 씨 만나러 왔는데요. 아, 성훈이 그 유압 바닷가에 잠깐 바람 쐬러 갔는데. 但当阿朱来到海边后，才发现这里竟是他和成天约会过的海边，二人也在这里留下过很多美好的回忆。不过如今却已物是人非。但很快他便发现海边有个背包，上面还有泰勇所著的金汤匙漫画。 그거 제 거예요. 미안해요. 그냥. 来人竟然真的是李承天。原来当初园丁飞奔而来，只是为了确认成天是否在家，然后他便跑去厨房，用金汤匙完成了第3顿饭。最终在成天即将喝下果汁的瞬间，身份瞬间互换完成。园丁又有意和成天来个擦肩而过，以此断定金汤匙是否真的能互换身份，其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。不过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才享受有钱人的身份没几分钟，便因嘴馋喝下了那杯有毒的果汁，最终成为成天的替死鬼。其实当天变成园丁的成天有和阿朱擦肩而过，但互换身份后，二人相遇却不相识。直到3年后的今天，二人再次站在曾经的海边，说出了同样的对话。 이름이 바뀌고 얼굴이 바뀌어도 사랑하는 사람만큼은 알아볼 수 있게 해달라.